大家好，我是幸福的眼泪。有好几个朋友问我这种手撕的千层吐司怎么做，我去年做过可颂以后也好久没开酥了，正好现在室温也合适，龙年第一个面包就来做千层吐司吧。千层吐司也叫丹麦吐司，是用开酥的手法制作的。要想做好，关键点在于温度的把控。当你控制好温度以后，做起来还是很得心应手的。今天给大家展示3种整形方法，你们一定要看到最后啊，有好玩的。先来揉面，把屏幕上所有列出的材料放在一起，揉到8到9分筋的状态就好了。因为这块面团里黄油的量非常少，先加或者后加其实差别不大，所以黄油可以一开始就加进去，揉到这种还有一点锯齿的状态就可以了。因为等下面团要经过几次折叠，面筋会越来越强，如果膜揉得太好，再经过几次折叠以后就会过度了。揉好的面团温度一定要控制在24到26度。把面团压扁，如果不着急的话，最好放冰箱冷藏1晚上。想当天做，也可以直接冷冻半小时。等你准备要做了，再来处理黄油，最好用无水的片状黄油，那种油熔点高，不会太软，成功率会比较高，这样你不会浪费材料。把黄油放在油纸上，用擀面杖敲打几下，然后再把油纸折成正方形，把黄油也擀成正方形，薄厚度也要尽量擀得一致。然后要根据黄油的状态选择是否放入冰箱冷藏。如果你的室温18度，用的又是我说的这种黄油，就不需要放冰箱了。黄油这样折几下不会断开，但是它又没有很软，黄油的状态就刚刚好，直接开酥就行。把面团从冰箱里取出来，擀成正方形，大小是黄油的2倍大，刚刚好可以包住黄油。把黄油片放在面团上，可以用擀面杖在黄油边上压一下，这样包起来以后，它薄厚度就一致了，然后再包好。把接缝捏紧，面团的上下都要撒一些干面粉，然后把面团擀开。先用擀面杖这样压，压完了以后，可以采取分段擀开的方法。这个面包开酥的手法和可颂的手法是完全一样的。我之前发过可颂制作的视频，大家可以再看一下那个更详细的开酥视频，这里边我就不再多啰嗦了。擀的过程中，如果有气泡的话，就把气泡戳掉。擀开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面团和黄油的软硬度。我觉得室温18度做出来效果最好，全程都可以不放冰箱冷藏，中间也不需要松弛，做起来就非常快。我这个屋子下午太阳照进来以后，室温很高，那个时候黄油就特别软，擀的时候就很容易混酥，还破皮儿，做起来就一塌糊涂。早上8点之前做的时候，我的室温16度，那个时候黄油又太硬了，擀的时候就会断开。在我室温18度的时候，制作起来就非常流畅，黄油也不会太软，也不会太硬，全程也不会破皮儿，特别快就做好了。面团擀开以后，你也不需要量它多长多宽，你只要测量一下厚度就可以了，厚度在5毫米就可以折叠了。手动开酥尽量不要低于5毫米，太薄的话也会混酥。然后把表面多余的粉扫掉，再喷一点点水，然后就这样给它进行一次4折。如果有不规则的边儿，最好给它切掉。这个面团总量是500多克，我已经留出切边的量了，不需要担心最后做好以后不满模的情况。切下来的边儿我们可以当做老面，下次你不管做什么面包的时候，就把这些边儿都放进去一起揉面就可以了。如果温度合适的话，不需要松弛或者冷藏之类的，可以直接再次擀开进行第2次折叠。有的时候不好擀，面容易回缩，那也可以松弛10到15分钟再擀。像我室温18度用的无水黄油，我这个面就不能冷藏松弛，冷藏后最外边一圈黄油就变硬了，擀的时候就断油。我就是在室温下给它盖好，松弛个10分钟，然后再次擀开。还是擀到5毫米的厚度，然后扫粉喷水，再给它进行一个第2次折叠。还是建议把这个不规则的边切掉，这样会更均匀。第2次4折以后，这块面就开好了，给它松弛半小时以后就可以整形了。还是根据这个面的情况，选择是放在冰箱里或者室温下。先来做第一个造型，松弛后的面很容易擀开。擀开之前，这个面厚度是2厘米以上，
我们只需要给它擀到1.5到2厘米之间的厚度就好了，稍微擀几下就行。我这个一不小心擀薄了些，1.5以下了。然后把面盖好，放到冰箱里去冷冻5到10分钟。把面动一下，切出来分层明显，表面那层皮切的时候也不会往里凹进去。可以提前先用尺子压出印儿，然后再给它切开，切成6条。切几条可以根据你那个面的宽度来决定，反正每条不要太宽，1到2厘米之间吧。然后这里有一个小细节要注意一下，切完以后要把上下两面的面给扫一扫，如果表面面很干的话，也要喷点水。然后选择你认为最好看的切面，都冲上摆着。用擀面杖给它稍微擀薄一点，也不需要太薄了，1厘米的厚度差不多了。擀开以后就给它翻个面，把最好看的那面露在最外面，从上到下卷起来。放在450克的长方形吐司盒里，放在不超过28度的环境里发酵就可以了。超过28度黄油会融化，保险起见我是放在25度的发酵箱里发酵的，发了2个多小时，发到8分满，然后就可以盖上盖子放到烤箱里烤了。烤箱里放一个烤盘，把吐司盒放在烤盘上烤。我用的低糖吐司盒，我的烤箱是上火140度，下火180度，烤了32分钟，期间也没有调整过温度，也没有盖锡纸，烤完就是这样的颜色，我觉得很完美。不过这也是我调整过的，因为最开始我烤的是这个样子，而且你们能看出区别吧？这个是我第一次做的，开酥没开好，漏油很严重，烤完一个28的方形烤盘里都是油，就连脱模的时候也往下滴油。再来第二个造型，可以给它编成麻花辫，正好你们可以看一下这块面擀开以后，我没有冷冻，切条的时候能看出来吧？表面那层就往里凹，切出来切面分层就不好看了。我还是给它切成6条，然后切面朝上压扁，3条放在一起编成麻花。编好以后再给它从头到尾卷成球，然后给它们压扁，这样放在吐司盒里就行了。还是发到8分满，盖上盖子放到烤箱里去烤。烘烤的温度和时间还是上火140，下火180，烤32分钟，和之前那个是一样的。出炉要震一下热气再脱模，这种应该是叫金砖吐司。还可以做那种一片一片的千层吐司，把面团擀的和吐司盒一样大小，可以用吐司盒对比一下。这样就可以了，也是要冷冻10分钟再切。这种就是要把4边都切掉，要把分层的切面露出来。然后你得先量一下你那个吐司盒的内径，我这个吐司盒的内径是10乘10厘米，那我这个面就给它切成了9.5乘9.5厘米。还是别忘了先把表面的粉扫掉，然后就这样直接给它放进吐司盒里。如果太干的话，表面也是可以喷一点水的，然后就发酵。我是给它发到了7、8分满烤的。不过烤完以后，
强烈建议重复观看，我真的笑喷了。给我老公看的时候，他也笑喷了。你们就说吧，你们谁能做出弹簧吐司？也就只有我，厉害吧？我查了一下，这种情况是因为面放多了。这个是250克的吐司盒，放220克的面团就合适了，然后发到6分满就好了。但这样子我觉得真的好好玩呀，太欢乐了。到了成品展示的环节了，吐司外皮非常的酥脆，里边还是非常软，而且组织还很绵软细腻，咬下去就感觉不是在吃面包，是在吃蛋糕，奶香味明显，微微甜，这个糖量不算甜，但是吃起来也非常好吃。这真的是可以撕着吃的吐司。这个我把它多余的边给切掉了，要不是它面团量太大太挤了，侧面应该还能更好看。看这每一层组织也特别的绵软细腻。视频里给的配方就是做一个500克吐司的配方，这3种造型你可以任选一个来做。做好以后欢迎来艾特我，给我交作业啊。那今天就到这里了，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，一定要帮我点赞哦。祝大家天天开心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啦，拜拜。